Yeah, I'm still alive. 这个对嘴巴小的人来说也是一个挑战。哇，你别来，别来！Hello， 大家，现在呢，我们要去本次皇后镇一个很重要的行程，就是去跳伞。现在是早上8点多吧，我们预约的是8点半的梯次。说实话，我现在已经开始稍微有点紧张了。我跳伞这个行程是这次整一个新西兰行程里面我最害怕的一个了吧，算是，因为我很怕那种失重感。但是我想象一下，就是你是飞在天空上面嘛，我觉得应该比过山车好一些，所以来尝试一下，就是又有点害怕，又有点想尝试的那种感觉。然后我希望待会儿我还能活着回来。话说这边早上还是有一点冷的，我里面穿了一个短袖，外面穿了一个外套，有风吹过来，就还是觉得有一些冷。不知道待会儿到天上会不会更冷，如果是那样的话，我觉得会冻死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呢已经做完这个 final check in 了，然后也看过这个教学的录影带，现在在等 Douglas 带我们去跳伞基地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呢已经来到跳伞基地了。刚才我们去 check in 了，然后每个人手上呢有一个这个号，我是13，应该是飞机的一个号吧。而且刚才有一个乌龙，他把我跟 Z 先生的高度搞错了。Z 先生是跳了15000，我是跳12000嘛，幸好就是我说出来了，否则的话就是变成我跳15000。但现在我们就是在这边等待他叫我们。OK， 那我们要去换衣服了，一会儿见喽，拜拜。其实飞机飞上去的时候是有那么一点点紧张，但是紧张之中又带一点平静的感觉吧。下去以后就是自由落体的那种感觉，跟过山车那种还不太一样的。没有过山车那么难受，会有那么一点点不舒服，但是就那么几秒钟，然后过了之后就敢睁开眼睛看了，就是飞一样的感觉了。非常爽。I did it! I'm back. You did it, eh? Yeah, I'm still alive. Yes. 我回来了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呢已经跳伞跳完了，我现在有一种晕车的感觉，会稍微有一点点想吐。我觉得整一个下来其实没有那么可怕，蛮刺激蛮酷的体验。然后轮到我的时候，因为是跟教练绑着的嘛，他就会把你推着往前走，也由不得你控制你自己了。然后到那个边上的时候呢，就要做那个香蕉的姿势嘛，得把头往上仰，所以你也看不到下面，然后你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跳下去，教练也不会跟你说3、2、1啊什么的，人就这么下去了。开伞之后就相当于滑翔伞一样嘛，它就会在上面转圈啊什么，转圈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比较晕。从上面看下去能看到瓦卡蒂普湖，还有皇后镇的一些景色，反正整一个下来我是觉得还蛮值得体验的。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，我还是会想要再去体验一下。那所以 Z 先生呢，他是跳的15000，那我们来采访一下跳15000是什么感觉？你们跳下去以后，它还往上升，飞机里就会觉得冷。他还给我加了氧气罩，然后跳出去的瞬间就感觉就是自由落体嘛，还挺爽的。但是我不是人家说张嘴就闭不上嘛，所以我就紧闭着嘴。但是没有哎，就是我在上面自由落体的时候我也张嘴了，但是并没有闭不上。然后最那个啥的就是还是眼镜的问题，因为我是戴眼镜的，卡在眼镜上面的防风镜吧。会卡得很紧，所以我整个脸就相当于它快镶到我肉里了，我眼镜整个就贴到眼睛上，就会模糊掉嘛，就这一点有点不太爽。跳伞穿什么？跳伞它外面它会给你一个防风服，我们夏天去的话，在高空中也没有那么冷，但是 Z 先生说他那个15000的其实还蛮冷。然后我是里面穿了一个短袖，外面直接套了这个牛仔的外套，最外面就穿了他那个防风的衣服。然后我看很多人他里面也就是只穿了一个短袖就上去了，所以说如果你是夏天来跳伞的话，感觉就按你平常的这个穿着就可以了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呢来吃午餐了。今天中午要吃的是这个皇后镇，应该算是最有名的一家店了吧，就是这个大脸汉堡。可以看到排队的人真的是非常多。他这家店其实本来也可以电话预订啊，因为今天比较繁忙，所以我问了那个店员，他说今天是没有开放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已经点好单了，其实也就排了半小时，我觉得还可以接受。你点完单之后呢，就会拿到像这样子一个号码牌，这个号码牌呢会在他店门口的屏幕上显示，或者你去他网站上应该是也能看到。等到你的号码在上面显示了以后呢，你就去那儿拿你的东西就行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. OK，
OK， 那我们现在已经拿到汉堡了，比想象中快很多，我感觉可能5分钟它就做好了。我们点了2个汉堡，都是牛肉的，我点的里面有牛油果，最先生点的是里面有菠萝的，这个对嘴巴小的人来说也是一个挑战。你的嘴巴被小小撑坏了。但我觉得我这个牛油果味没有那么多，虽然你能看到它里面其实是有的，但你吃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明显。然后我们现在是坐在打卡边在吃，我觉得还是挺好的，比坐在店里面吃感觉好，就比较悠闲的感觉。店里的话比较拥挤，人也比较多，比较嘈杂。它这个味道还是不错的，因为像我平常不怎么喜欢吃汉堡，但这个我觉得整体来说还是好吃的，而且排队时间半个多小时也不是很长，可以接受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试试看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已经吃完汉堡了。那汉堡虽然挺大，但是其实我觉得女生一个人努力一下也是能吃完，因为我不想吃的太饱，所以我就剩了一些。然后大家看我后面这个就是瓦卡蒂普湖了，很多人都是坐在湖边，就是很悠闲的一种感觉。我现在想去冰淇淋店买一个冰淇淋，然后就准备回酒店收拾一下，继续我们今天的下一个行程——小鹿公园。那我们现在呢来到的是小鹿公园。这个公园呢，它只能是开车进来的，需要提前在网上预约，用你的车牌号去预约。这个公园里面会有一些小动物啊，就可以拿饲料去喂它们，进行一个亲密接触。然后从山上看下去的风景呢也特别美，能看到瓦塔蒂湖。只不过它这边的路啊是那种土路沙石的那种，没有那么好开。而且看网上说这边的羊好像蛮凶猛的，过来扒你的车呀什么的，所以我们等一下遇到的话，尽量快速的通过。这个公园最特别的地方是，你可以直接坐在车里喂小动物。没错，不用下车，只要摇下车窗，它们就会自己跑过来营业。饲料桶在入口可以自助购买，记得自备硬币哦。前面遇到羊了，而且前面停了一辆车子，我们现在也过不去，希望他们千万别来我们车这边。然后过来了 ，no。哇，你别来，别来！不是围着他们车子。开窗啊什么？这边估计打饲料。如果你在皇后镇想找一个不费体力又很治愈、随手拍都好看的地方，来这里真的很刚好。一路开进去，窗外就是草地、远山、湖泊，随手一拍都像壁纸。而且最舒服的是，你不用赶时间，不用走路，就这样慢慢开、慢慢看，整个人会不知不觉就放松下来。大家，我们现在呢已经从小鹿公园回来了。先说一下小鹿公园一个整体的感想吧。其实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，它山上面可以俯瞰到整一个皇后镇嘛，景色还是不错的。动物方面的话，我就觉得稍微少了一点，大概也就是看了一些鹿啊，然后山羊、鸭子、猪，还有牛、绵羊这样子，就感觉种类没有那么多。山羊的话，我们这一路上就是碰到山羊，完全没有开窗，直接把车就开过去了，然后也并没有山羊来扒窗户，比想象中好一些。饲料的话呢，我们一开始都没有赶很多给，因为怕后面不够用嘛。但其实后面也没有什么，最后看到绵羊就全部给掉了。然后山里面的路啊，就全都是那种石子路、土路嘛，开过去之后啊，后面全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，整一个车都是弄得非常脏。但是这先生他说，就觉得这个小鹿公园虽然景色不错，但是要75刀。一辆车就还是有一点太贵了。如果是一个家庭来，比如说有4、5个人这样子，可能还 OK。我们只有2个人的话，就感觉有一点不那么值得。那其实现在跟大家说话的，我所站的这个地方呢，是我们酒店的阳台啊。我们这次订的它是一个湖景的酒店，这个阳台我觉得还蛮不错的，所以给大家来开箱一下。这个阳台呢，大概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外面这个就是瓦卡蒂湖啦。那整体来说呢，我觉得这家酒店还是不错的，虽然它有一点老跟旧，但是我觉得房间里面的一些设施啊什么都还是不错的。我觉得唯一不太好的地方是它这个
淋浴它是只有固定的喷头的。然后房间的话，其实这个房间非常的大，它有2张双人床。那它的地理位置不是在皇后镇的正中心，开车大概5分钟，走路的话大概10几20分钟吧。整体来说，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。